杭市近来发生2件大事。其一，顾氏集团总裁在拍卖会上豪掷千金，拍下价值上亿的珠宝，只为博爱妻一笑。众人皆道：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顾夫人美一天。其二，顾夫人自杀的消息霸占了所有新闻版面。新闻中，英俊儒雅的顾氏总裁一夜白头，哭到只有被搀扶着才能勉强站立。我沉入滚滚冰冷河流那天，顾妻声声泣血，却终究没能拦下一心向死的我。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哪怕只是初冬，深夜的风依旧冷到刺骨。站在河畔，凛冽的风将我的发丝吹乱。当年，顾妻就是在这里和我告白的。盛大的烟火，火红的弗兰花，羞涩的青年，郑重而坚定的表白。脚下是滚滚而逝的河水，跳下去的话，是会就此淹死，还是重新回到原本的世界？我唯一清楚的是，只要跳下去，我就能和顾妻死生不复相见。耳边响起那晚玉小婉问顾妻的话：顾妻哥，你真的爱泱泱姐吗？如果你真像自己说的那样爱她，那一次次跟我上床又算什么？顾妻沉默许久，最终说出：我爱泱泱，这辈子只爱她一个。他顿了顿，但是人生在世，总免不了尝尝鲜。令人作呕的话从他状似深情地说出。拿起手机，我拨出那个早已经倒背如流的号码。漫长的等待后，顾妻的声音出现在了电话那头，她的气息不太平稳。泱泱，怎么了？我麻木地看着眼前仿佛一望无际的浓黑如墨的夜色。顾妻，你在哪里？我还在公司加班。泱泱想我了吗？再有半小时我就可以回家了。无聊的话你先睡一会儿。我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只说：顾妻，我现在想喝城东那家红豆粥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以往对我有求必应，哪怕再晚，天气再恶劣，只要我提出要求，他都一定会立刻满足的。顾妻此刻却犹豫了。电话那头的背景中传来女人刻意的呻吟，随之一阵脚步声响起。顾妻说：泱泱，突然又有一场会议，半小时恐怕结束不了。这样，你先睡，我保证无论多晚我都会把红豆粥给你带回去。10年相爱，终究抵不过一晌贪欢。他曾经最喜欢的就是给我念那首诗，还常常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他了，他就去死。可是顾妻，我出神地望着漆黑的河面，不是我不要你了，是你先不要我了。电话被挂断，听着传出的忙音，手机从我掌心滑落。下一秒，我毅然决然跳进冰冷刺骨的河中。翌日，顾妻猛然从梦中惊醒，不知为何，她的心脏仿佛被狠狠攥了一把，痛到几乎无法呼吸。身边不着片缕的玉小婉被吵醒，还想继续同他温存，却被顾妻毫不留情地推开。顾妻跌跌撞撞下了床，胡乱套上衣服就要离开。玉小婉打着哈欠，将曲线玲珑的身体包裹在被单下，狭促地将那根盲杖交给他。真羡慕泱泱姐呀，都10年了，还能让你这么满心满眼都是他，连装瞎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顾妻冷下脸，不悦地朝玉小婉看过去。往常玉小婉吃醋时，他总会觉得有趣，还会耐着性子哄她。可今天心中无处安放的慌乱，却让他没了这份闲情逸致。回想起昨晚跟玉小婉欢好时泱泱打来的电话，他心中的不安愈发沉重。抛下玉小婉，顾妻急匆匆赶去城东买了红豆粥，也不管会不会被泱泱发现眼睛的事情，
疯了似的开车往家赶。没事的，顾七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泱泱现在病倒，连门都不愿意出，一定不会有事的。饶是这么想着，他也依旧连闯了不知道多少个红灯。随着一声急刹，车子在别墅外停下。顾七慌乱地拎着热腾腾的红豆粥下车。泱泱推开家门，他大声地喊着，可无论他怎么喊，空荡荡的房子里都无人回应。直到他试探着推开泱泱住了好几天的客房的门，打开门的瞬间，顾七怔在了原地。于这个世界而言，我本就是个外来者。在原本世界意外死亡后，我被系统选中，带来这个拥有顾七的世界。系统说，只要你能成功攻略顾七，就可以活着回到原本的世界。几年的攻略之下，顾七爱我爱到无法自拔。在外人眼中，身价千亿的顾氏总裁俨然成了个没了老婆就活不下去的恋爱脑交付。顾七偏执地爱着我，我却一心只想回到原本的世界。直到5年前那场轰动一时的绑架案，那是顾七某个走投无路商业对手策划的。作为顾七摆在人前的软肋，我自然而然成了对方的目标。绑架犯猖狂地提出要求，想救回你老婆，行啊，只要你变成一个瞎了眼的废物。甚至没有考虑1秒，顾七立刻捡起地上的砖块，狠狠拍向了自己的眼睛。看着他鲜血横流的模样，强忍多年的爱意一朝喷薄，再无法压制。那之后，我放弃脱离这个世界，我留在了顾七身边，不仅作为他的妻子，也作为他的眼睛。和顾七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当天，他陪我去了家珠宝店。除了我和顾七，珠宝店内再没有一个客人。失明后，顾七对外界的排斥日益增强。今日如果不是我想出门走走，他或许更愿意让店员带着珠宝去上门服务。店员的窃窃私语偶有传来，新来的这批珠宝最便宜的都要上100万了。顾太太也太幸福了，这算什么呀？你是没见当年2人求婚结婚的排场，不止咱们店里，整个京市的珠宝首饰都快被搬空了，更别提什么 LV、爱马仕、香奈儿，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顾太太每一天对于外人的议论，顾七一向是不耐烦听的，可今天他却坐在沙发上听得津津有味，嘴角甚至还牵出了笑意。正在这时，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店员在顾七明确表示不需要服务的情况下，端着一杯水去到了顾七面前。顾总，您都坐这么久了，喝杯水吧。女孩的声音娇糯，语气中带着几分不经意流露出来讨好。顾七的声音冷得像是淬着冰。不需要。女孩却不放弃，依旧痴缠。一来一回间，只听哎呀一声，回头看去，就见女孩不仅把水洒在了顾七身上，就连她本人也正朝着顾七怀里倒去。换作以往，我一定会亲自过去把人赶走，可今天我却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面无表情的助理上前捉住女孩的胳膊，不顾对方哭闹，把人带走了。陆七站起身，手执盲杖朝我所在的位置走来。他将头埋进我脖颈间，深深吸了口气，委屈地解释：“泱泱，别生气，我没让他碰到。”在店员们羡慕嫉妒的目光中，我心无波澜，摸摸他的头发。我知道，定下珠宝样式，我牵起顾七的手，走出珠宝店，身后传来店员的艳羡：“都10年了。顾总也太爱了吧！”从22岁嫁给顾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10年光阴转瞬而逝，表面看来，不仅没让顾七对我的爱意减少半分，反而这份爱意还在岁月沉淀中愈发浓厚。
顾七爱我爱的那样大张旗鼓，知道我对烟草过敏，不光要自己戒烟，但凡和他碰面，再老的老烟枪都只能望烟兴叹。知道我不擅长应酬交际，哪怕顾家长辈再三要求我出席各种宴会，他都会不容置疑地拒绝。和我在一起的10年，因为怕我吃醋，怕有流言蜚语，顾七身边助理之类的职务，所有工作人清一色都是男人。外界常有人私下议论，顾大总裁到底还有几年才会腻了我这个糟糠之妻？直到某次被顾七意外听到，没过2个月，私下议论我的那几个人先后宣告破产。回到家，顾七紧紧抱着我，脸埋在我怀里瓮声瓮气。谁让他们总憋着坏挑拨咱们夫妻感情？活该！顾七的爱就是这样，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炽热、滚烫、轰轰烈烈。因为这份爱意，在系统宣布我攻略成功，可以随时脱离这个世界时，我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系统问我，真的决定留下来了吗？哪怕顾七以后变了心，背叛了你，你也绝不后悔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顾七绝不会变心。我从没想过，能为了我毫不犹豫废掉自己眼睛的顾七，会在将来某一天背叛我。得到答案的系统从此销声匿迹，但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顾七真的还爱我吗？在顾七特意预定的餐厅里坐下时，我心里止不住地猜测着，或许是一直没听到我的声音。顾七紧张道：“老婆，你生气了吗？你相信我，除了那杯水，我刚刚没让任何东西碰到我。”捏捏眉心，我摇摇头，驱散了脑海中萦绕的那些画面。老婆，你最近是有什么心事吗？到底是同床共枕的人，哪怕看不见，顾七也察觉到了我最近心情不算好。看着眼前摆盘精致的餐点，我始终一声不吭。老婆，别不说话好吗？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你这样我真的很担心。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太忙了？公司最近要处理的项目确实有点多，但我保证3天，只要再过3天就能解决完这些事，在家陪着你了。我看向顾七的脸，他的神情那样焦灼，眉心隆起，双唇抿着紧绷成一条直线，唯有那双眼睛，过去总会深情凝望我的眼睛，如今只剩空洞。每次看到他的眼睛，5年前那个叫我至今都会心悸的画面，就会重新掠上我心头。砖块拍在皮肤上的闷声，也会在我耳边不断回响。此刻，哪怕看不见我，他也依旧还是盯在我的方向。捏了捏指尖，我抱着最后一丝期望：阿七，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我清楚地看到顾七摆在桌面的手不自觉颤动了一下，那是他紧张时才会有的样子。几秒后，顾七手机的铃声猝然响起，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名字：玉小婉。电话刚一接通，女孩清脆娇俏又带着几分委屈和惊惶的声音霎时传了出来：“顾七哥，你快来！有个男人一直跟着我，我真的好害怕，你快来救救我！”说到最后，女孩的声音甚至带上了哭腔。今天是我和顾七时隔半个月第一次共进晚餐的日子，更何况还是我的生日。顾七哥，我真的好害怕，你能不能快点来呀？呜！女孩终于哭出了声。顾七的手紧攥成拳，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在他本该空洞的眼睛里瞥见一丝焦急。良久，顾七才在玉小婉此起彼伏的哭喊中发出声音：“有危险就报警，我一个瞎子做得了什么？”说完就挂上了电话。但下一秒，我听到了顾七的心声：“小婉一向懂事，
如果不是真慌了神，肯定不会打这个电话。待会儿送泱泱回家后，找个理由去看看他吧。我牢牢盯住顾七的脸，想从那上面看出些什么，却始终只有面对我时的温柔模样。但当他妈撒着夹了菜放到我碗里时，他随之而来的一句心声，却瞬间让我如坠冰窟。小丫头哭得那么凶，也不知道有没有好好吃饭。能听到顾七的所有心声，是系统消失前送给我的临别赠礼。起初，顾七心里的确像他表面呈现的那样，只有我一个人。但半年前的某天，他的心中忽然多了一个人——玉小婉。这个名字，我已经在顾七的心声中听过了不知多少次。对方是顾七一个朋友的妹妹，才大学毕业不久，借着哥哥的面子进了顾七公司。几次误打误撞之后，他成功加上顾七联系方式，正如心底暗暗决定的那样，把我送到家后，顾七就借口公司有事，急匆匆坐车离开了。我甚至没来得及问他一句，还记不记得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从进入这个世界到现在，我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么绝望。在玉小婉出现前，顾七从没有对我说过任何谎话。可现在，我自嘲地扯了扯嘴角，他已经对骗我这件事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我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呼唤系统，想看看今时今日顾七对我的爱意到底还有多少。可无论我多么声嘶力竭，系统都没有任何回应。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早在我决定永远留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彻底失去了系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哪怕被背叛，也怨不得任何人。惊雷落下，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顾七正打横抱着我，妈撒着往卧室走去。察觉到我身体颤抖，顾七柔声安抚：“宝贝，别怕，我在。”是啊，他在。原本我是不怕雷雨天的，可自从在雷雨天遭遇绑架后，每次打雷我都会害怕到睡不着。每这个时候，顾七就会抱着我，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哄我，直到我能安然入睡。我揪住他还带着寒气和湿意的衣领，颤抖着靠近他怀里。这一刻，仿佛玉小婉从未出现过，我和顾七依旧相爱如初。可就在我抬起头望向他时，一枚似乎在宣示主权的吻痕骤然闯进了我的视线，心口重重一缩。我拼命挣脱他的怀抱，跌跌撞撞冲进卫生间。泱泱，顾七急切地追了上来，声音中只剩惊慌失措。泱泱，你怎么了？泱泱，我跪在马桶前，被他的虚伪恶心到呕吐不止。为什么？明明嘴上说有多爱我，多么不能失去我，还在我因为他失明而自责内疚到无以复加时，会笑着对我说：“从今往后，泱泱就是我的光。”这一切难道都是假的吗？沉重凌乱梦魇让我整晚半睡半醒。每次被噩梦惊醒时，顾七都会揽我入怀，摸摸我的头发，温柔而耐心地安抚：“泱泱别怕。”抵着身后温热的胸膛，眼泪止不住滑落，浸湿了枕头。原来一颗心真的可以同时去爱两个人。天蒙蒙亮时，我彻底醒了，没有吵醒顾七。我轻手轻脚下了床，赤脚走出卧室，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大的仿佛怎么都走不出去的房子。房子的每个角落，任意一幅画，一只花瓶，一个摆件，都是顾七爱我的印记。尤其是那座知道我爱花后，特意请人搭建的阳光花房。在独自一人在花房中坐了不知多久，顾七找到了我。泱泱，他嗓音发紧地喊着我，或许是因为看不见，亦或是绑架留下的阴影。只要和我在一起，他就要时不时喊我一声，要我回应。
一旦我没有给出回应，他就会居然变得无比惊慌失措。看着他慌乱不堪的模样，我心下一涩。我在下一秒，穿着睡衣的他狠狠松了口气，随即大步流星朝我走来。他走得磕磕绊绊，撞到了不知多少东西，可就算这样，他也依旧坚定地走向了我，然后在触碰到我的同时，将我紧紧搂进了怀里。泱泱，别不理我，我会怕。与此同时，他的心声也在我脑海中响起。还好，还好，泱泱还在我身边。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我心头微微一颤，沉默良久，哪怕整颗心已经千疮百孔，还是忍不住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抚上他脖子上的那枚无比刺眼的吻痕。我轻声问道：“阿七，你这里怎么红了？”气氛一瞬间有些凝滞，顾七原本蓬勃有力的心跳都仿佛因为这个问题停顿了半秒。但很快，顾七握住我的手解释道：“大概是蚊子叮的吧。”心脏不由自主向下坠去。现在已经是晚秋，从哪里来的蚊子？大约看出我的忧虑，顾七眉心拧了起来，脸上浮起痛苦的神色。泱泱，我发誓，这辈子我只会爱你一个人，除了你我谁都不要。如果我哪天对不起你，就叫我不得好。忍不住捂住顾七的嘴，哪怕早已经知晓事实，我却还是不忍心他说出这样狠绝的誓言。我倚在顾七胸口，听着他重新恢复韵律的心跳。阿七，我闭上眼，压下泪意。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千万不要骗我。顾七拂过我发丝的手顿住，我抬起头，凝视他的空洞的双眼，语气决绝：“只要你告诉我，我会立刻离开，绝不让你为难。但如果你隐瞒欺骗我，从今往后我再不会见你。”顾七身体猛地一颤，环着我的双臂瞬间收紧。泱泱，他声音颤抖着：“不会的，我这辈子除了你，谁都不要。”我静静望着他，看到他的脸逐渐褪去血色，眼眶却红得吓人，嗓音嘶哑着，不断重复：“你别吓我，泱泱，我只爱你，只要你。”他的心声也如出一辙，哪怕像是有千根针在心脏上狠狠扎下，我还是忍不住选择继续相信他。可当天晚上，顾七就亲手碾碎了我的这份信任。自从失明，除了我之外，顾七从不让别人碰他。可现在，堂而皇之出现在我家的玉小婉，正紧紧拉着他的手。哎呀，泱泱姐也在呀！玉小婉很年轻，也很漂亮，属于走在街上一定会引得不少人驻足看她的女孩。走进客厅看到我时，玉小婉俏皮地吐了下舌头，抱住顾七的胳膊，撒娇似的说：“顾七哥，都怪你，我都说了要给泱泱姐买礼物，你非说不用。泱泱姐肯定要怪我不懂事了。”往常总会第一时间把躲开被人触碰的顾七，此时却任由玉小婉抱着他，没有半点要把人推开的打算。他语气平静地解释道：“泱泱，小婉被一个跟踪狂缠上了。她毕竟是个女孩子，还是我最好朋友的妹妹，我实在不能坐视不理，就想着先让她来家里住几天。”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我怔怔看着玉小婉的脖子，那上面挂着一条项链，跟顾七豪掷千金为我拍下的那条一模一样。察觉到我的目光，玉小婉赶忙解释道：“泱泱姐，你别误会，我实在是太喜欢那条项链了，才缠着顾七哥找人仿制了一条。你如果不喜欢，我这就摘下来不戴了。”说着，他做事就去摘项链。顾七却拦下了他的动作。没事，泱泱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玉小婉挽着陆七的胳膊，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挑衅和专属于胜利者的得意，语气却也依旧小心翼翼。是吗？
真的吗，泱泱姐？我真的可以继续戴着这条项链吗？恰逢此时，我听到了顾七的心声。这个小丫头明知道今天要见泱泱，居然还戴了这条项链，也太粗心了。明明是对方故意带着来示威，她却只把这当作粗心。刚想说些什么，顾七的心声再次响起。设计师说，这条项链其实最适合20来岁小姑娘，小婉确实比泱泱更适合戴珍品。我瞬间如遭雷击，原来被我那样珍之重之的礼物才是赝品。我不断在心里自欺欺人，不会的，顾七不会这样对我的。可每次看到玉小婉带着那条项链出现，我的心都疼得像是被碾碎。之后几天，顾七一直和玉小婉同进同出，比起我这个原配，仿佛他们才是一对甜蜜眷侣。在家时，顾七总刻意地跟玉小婉保持着距离，可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玉小婉的每次主动靠近，他都没有拒绝过。吃饭时，他会吃掉玉小婉亲手夹给他的菜；去医院复查时，他会以不想我辛苦为由，让玉小婉陪着他去。就连我和他独自散步的时间，玉小婉都要横插一杠，挽着他的手臂跟我们一起。顾七的注意力被小太阳的玉小婉完完全全吸引了。我沉默以对，眼睁睁看着两人在我面前变得亲密无间。或许是因为积压了太多心事，这天晚上我终于还是病倒了。我躺在床上，被梦魇和高烧折磨得身心俱疲。顾七急疯了，就算目不能视，也要亲自照顾我。他一遍遍用湿毛巾擦拭着我滚烫的身体，一声声呼唤着我的名字。可即便已经病到分不清现实和梦境，在顾七端着杯子为我喝水时，我还是本能地转开了头。他没有任何不满，只想方设法地劝着我吃药，耐心的像是面对正在胡闹的小朋友。泱泱，别躲，我们吃了药就能好了。会好吗？我昏昏沉沉地想着。不会了，我们再不会好了。无奈之下，顾七用嘴含着药片抵开我的唇舌，将药和水送进了我口中。苦涩的药片和温水一道被咽下，顾七终于松了口气。可就在我以为他会守着我入睡时，他扔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忽然响了。顾七哥，电话被接起，不出意外又是玉小婉。那个变态又出现了。顾七哥，我现在在公司不敢出去，你可以来接我吗？我真的好害怕。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沉默一瞬，察觉到顾七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闭着眼一动不动。我在赌他不会抛下重病中的我。可惜我赌输了。顾七电话里没说什么，可当他挂掉电话，在我身边躺下时，心声却将他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快睡吧，泱泱，小婉需要我，我必须尽快赶过去。身体依旧滚烫，心却仿佛沉入一片冰川。小婉现在肯定怕极了，都怪我。下次如果她加班的话，我一定得陪着她。脑袋无比清醒，呼吸却逐渐变得沉缓。喊了我几次不见回应后，顾七迫不及待地起身离开了。直到卧室门被关上，我才倏地睁开眼，在无法控制的眼泪汹涌而下。不知过了多久，一片漆黑中，我的手机屏幕忽然亮了起来，是玉小婉发来的信息：泱泱姐，顾七哥真粗心，居然担心我到出门都忘了带手机，你可以趁现在赶快看看哟，有惊喜。心知玉小婉的这条消息不怀好意，可在病毒和绝望的双重攻击下，我还是忍不住摸索着拿过了顾七落下的手机。手机的解锁密码是我的生日，壁纸是我们的婚纱照，就连他微信头像也依旧还是我的照片。可就是这样一只
处处都诉说着他还爱我的手机，却在某个对话框中出现了令人作呕的聊天记录。小婉，顾七哥你好呀，你的微信可是我贿赂了我哥好久才要来的。网上翻了近100页，我终于看到玉小婉发给顾七的第1条消息，一如顾七平时的作风。这条消息他并没有回复，但玉小婉并没有就此放弃。女孩清脆娇俏的声音在静若焚营的卧室响起，一天当中做了什么事，吃了什么美食，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她事无巨细都会分享给顾七，而顾七也从起初的置之不理，逐渐有了回应，但大多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对话。直到顾，抱歉，昨晚是我冲动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别把这件事说出去。顾，如果敢让泱泱知道，后果你清楚。小婉，顾七哥，你昨晚真的好厉害，我都说受不了不要了，你还一直缠着我，还说我在床上比泱泱姐更放得开。如果真的不喜欢，怎么会这样？平时如果有人背后议论我，顾七绝不会轻易放过，可玉小婉的这句话，他却选择了默认。这次后，顾七和玉小婉的关系突飞猛进，成了稳定的炮友。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为什么过去几个月间，顾七突然开始来去匆匆，一向准时甚至习惯早到的他，开始频繁在我跟我约会的时候迟到，有几次还临时放了我的鸽子。那时他说是公司有急事，我信了。一次他说我喜欢日出，所以即便自己看不见，也陪我等待日出的晚上。他给玉小婉发去的消息却是下次来穿情趣内衣，还有那条送给我的才是赝品的项链，是玉小婉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跟他撒娇，说什么玉家家教严，哪怕身为豪门千金，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件自己的首饰。顾七哥，我真的好喜欢那条项链，你送给我好不好？我爸妈和我哥从不给我买这些，我从小到大，别说珠宝首饰，就连一副像样的耳环，一条像样的手链都没有。顾七哥，我真的好喜欢呐，只要你把这条项链送给我，你想玩什么花样，我都奉陪到底。一开始顾七还能拒绝，但或许是被最后那句话打动了，他回复玉小婉，这么浪，那今晚带着项链跟我做。玉小婉回了句充满魅惑和暗示的语音，顾七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死死握着手机，脸上血色点点褪去，恶心，太恶心了。他口口声声说爱我，人前人后总一副视我如命的痴情模样，却能对着另一个女人说出这些不堪入目的话。叔弟，我的心脏像是被狠狠攥住，痛到几乎无法呼吸，下一秒坠入黑暗深渊。再醒来时，我已经身处医院病房，病床边是形容憔悴的顾七，可看着此时的他，对话框那些露骨的聊天记录瞬间涌入脑海，深入骨髓的痛卷土重来。泱泱，察觉到我醒来，顾七急切地凑上前，泱泱你怎么样？我不愿他碰，挥开他要来搂我的手臂。顾七正在原地，表情茫然又无措。滚开，别碰我！我想这样喊，可张开了嘴才发现我竟然发不出声音了。绝望在心头蔓延，眼泪再次大颗大颗滑落脸颊。泱泱，泱泱，顾七一遍遍唤着我的名字，眼眶渐渐变红。泱泱，你不要我了吗？像是终于发觉我的异常，顾七焦急地喊来了医生。一系列检查后，医生对我的情况下了诊断：心理性失语。顾七对结果瞠目结舌。医生沉沉叹了口气，说：看顾太太的情况，应该是受了非常大的刺激，应激之下
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只要情绪恢复平稳，病情就会好转。顾七愤怒地叫来助理，下命说，就算把行市翻个天翻地覆，也要把伤害我的人找出来，赶走其他人。顾七摸索着又要来抱我，我挣扎不过，被他紧紧搂在怀中。他像过去那样一遍遍拂过我的头发，不厌其烦地温柔安抚着我。别怕泱泱，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别怕，不管谁伤害了你，我都会让他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可明明伤我至此的人就是他自己。之后几天，顾七哪里都没有，只一心一意待在医院陪我，我却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这天恰逢顾七有事离开，玉小婉来了，她依旧戴着那条项链，怀里还捧着一束娇艳欲滴的弗兰花，仿佛示威一般，来到我的病床前。泱泱姐，玉小婉笑容得意，你大概不知道吧？顾七哥是因为我也喜欢弗兰花，为了送我花，才会每天买一束花带回家呢。我怔了下，回想起这段时间，每天无论多晚，顾七都会抱着花回家，就只觉得无比恶心。油嫌不够，玉小婉拿出手机凑过来，打开相册递到了我面前。泱泱姐，你看，顾七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有多爽多喜欢呢。他还跟我说，你在床上太老实，这么多年都没让他尽兴过。像你这种呆板又无趣的女人，拿什么来满足顾七哥？更别说你现在已经人老珠黄，不如识相点，主动离开顾七哥。他的话像一把把尖刀，又准又狠，扎在我本就已经千疮百孔的心脏上。玉小婉继续给我欣赏他和顾七的亲密无间的照片，一张又一张，仿佛没有尽头。我想逃开，想让他滚出我的病房，可视线却始终不由自主地落在那方小小的屏幕上。看到在玉小婉身上挥汗如雨的顾七时，我再忍不住跳下床，冲进卫生间，吐了个昏天黑地。脚步虚浮地从卫生间出来时，病房里已经没了玉小婉的身影。也是，既然炫耀够了，还留在我这个人老珠黄的女人身边做什么？怔怔望住那束火红的弗兰花，我心下一狠，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砸响了病房的窗户。哗啦，窗户玻璃被砸碎，落了满地玻璃碎片。炽烈的红彻底消失在我的视野中。顾七回来时，我正赤脚走在那片玻璃碎片上，自虐一般，哪怕双脚鲜血淋漓，也没有停下。泱泱！顾七大喊一声，手中东西落了地，准确无误走到我面前，不容置疑地将我打横抱起。我疯了似的挣扎，可哪怕承受不住跪倒在那些玻璃碎片上，顾七也没有松开我。我不停地捶打着他，顾七却只是沉默地拥着我，既不呼痛，也不反抗。终于，我累了，我无力地靠在他肩头，嗓音嘶哑又难听地重复着2个字：回家，回家。顾七霎时欣喜若狂，他不顾膝盖的伤，将我抱回到病床上，不断亲吻着我的额头，语无伦次地说着：好，回家，我们回家。泱泱，我这就带你回家。他错了，我想回的不是和他那个名存实亡的房子，而是我原本世界的真正的那个家。可早在我选择留在这个世界，系统也随之消失的时候，我就再回不去那个家了。一路行尸走肉似的被顾七带回家，可刚进门，我就看到了那个我现在最不愿意看见的人。此时，玉小婉仿佛女主人似的，穿着我的居家服，坐在我亲自挑选的沙发上，姿态悠闲地刷着手机。顾七想带我进门，我却脚下生了根似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死死盯住了玉小婉。顾七，让他走，我不想看到他。
事关玉小婉，自从我生病后，一直对我无有不应的顾期，理所当然的犹豫了。我甚至从他脸上看出想要拒绝我的打算。不等他说话，我继续道：行，那我走。说罢，我毫无留恋地转身离开。泱泱，顾期紧张兮兮地拉住我：胡说什么？这是我们的家，除了这儿你还能去哪里？听到我和顾期的争执，玉小婉终于舍得过来了。她双手抱臂，一副惊讶不已模样。原来是泱泱姐回来了。我刚听到那么难听的声音，还以为家里来了外人呢。顾期急忙：小婉你别胡说。玉小婉不满地撅撅嘴，不过不等她说出下一句，顾期就按照我所说的那样对她下了逐客令。小婉，泱泱不希望在这里看到你，你先走吧。玉小婉张了张嘴，似乎想要争辩，可不知想到了什么，她没再说话，一如她一直以来在顾期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乖巧、懂事、听话。看着玉小婉带着行李离开，我一言不发上了楼，将自己锁进了一间干净的客卧。顾期在外面不停敲门，央求着我能开门，可我真的太累了，早就没有半点跟他继续虚与委蛇的力气。不知过了多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离开放弃时，顾期的心声一句句传来：到底出了什么事？泱泱为什么突然不理我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他身体还没痊愈，就这样不吃不喝，怎么受得了？泱泱，泱泱，你这样伤害自己，和杀了我有什么区别？听着他的心声，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蜷起，无声无息地流着泪。为什么他一面爱着我，一面却又和玉小婉纠缠不清？为什么明明深爱，却还要伤我至此？就这样过了几天，趁着顾期不在家，我走出客房出来透气，无意间走进了那座玻璃花房。当年只因为我说了一句喜欢，顾期就亲手在这里种满了弗兰花。此时秋风萧瑟，花开败了，人也变了，眼不见为净，裹紧身上的披肩，我转身走出花房，刚要进门，远处亮起一束车灯，心下一动，我躲到庭院里的几棵柏树后面。车子缓缓停下，车灯熄灭，两道人影一前一后从车上下来。看到从驾驶位下来的人时，我不由一愣，玉小婉的声音随之传来：顾七哥，真是辛苦你了，明明从一开始眼睛就没事，还要一直在他面前装成个瞎子，这话是什么意思？顾七从一开始眼睛就没事，那为什么当年我们去过的所有医院，看过的所有医生，都说顾七的眼睛治不好了？难道他从那时候就在骗我了吗？顾七冷冷看过去，搞清楚自己的身份：玉小婉，你只是我的床伴。玉小婉不在意地耸耸肩，甚至娇俏地绕到顾七身边，撅着嘴环住了顾七劲瘦的腰肢。顾七哥，你真的不能再多陪我几天吗？反正泱泱姐都不理你。看着女孩的娇憨模样，顾七脸上冷意褪去，我清楚地看到那双在我面前始终空洞无神的眼睛，此时却对着另一个女人露出宠溺。泱泱最近心情不好，你不要胡闹。玉小婉撅着嘴：泱泱姐，泱泱姐，顾七哥，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是我，陪你上床让你做个痛快的也是我，你能不能别老在我面前提泱泱姐呀？顾七纵容的笑笑，伸手点点女孩的额头：好，只要你不乱来，我以后不会再在你面前提泱泱。玉小婉的手抚上顾七胸口，她媚眼如丝地望着顾七，手却一路下滑，最终停在顾七的腰带扣上。顾七哥，你说的乱来是这个意思吗？我看到顾七瞬间错乱的表情，他一把抓住玉小婉作怪的手，咬着她的耳朵
落下3个字：小妖精。我难以置信地捂住嘴，扶住树干在面前站稳。他们居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在家门口调情。趁着2人还没走过来，我悄无声息回到家中，跌跌撞撞向楼上跑去。顾七没有失明，他的眼睛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问题，可这么多年以来，他眼睁睁看着我为了他的眼睛寝食难安，辗转反侧，看着我日渐被自责和愧疚淹没，为了他的眼睛几乎流干了所有泪。即便如此，他依旧选择了欺骗我，我却因为他的欺骗放弃原本的世界，选择永远留在这里陪他。我又哭又笑，强烈的痛哭下，整个人都快要窒息。恍惚间，我猛然想起，当初系统离开前，除了送给我能听到顾七心声的能力，还留下了一个锦囊。系统告诉我，如果将来后悔了，打开锦囊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一阵翻箱倒柜，我终于在衣帽间最下层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那个锦囊。里面的纸条上写着：永远不要相信男人的真心。宿主，我给你留了回家的路，那就是抱着纸条，我泪如雨下，沉入冰冷的河底前。脑海中回想起系统最后留下的那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我闭上眼，仍有河水冲刷我的身体，泥沙灌入我的口鼻。就这样吧，顾七，我放过你，你也放过我。我确定自己是死了，可不知道被什么束缚住，非但没能回到原本的世界，还被困在了顾七身边。在恢复意识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顾七正站在那间洒满了他和玉小婉露骨聊天记录的截图，还有2人赤裸纠缠在一起的照片。顾七满面震惊，手中提着的红豆粥掉落，还冒着热气的粥洒了满地。怎么会？他声音颤抖，脚下如坠千斤地走上前，拾起了其中一张照片。可下一秒，他就仿佛被烫到似的把照片扔掉了。我浮在半空，看着他眼中、脸上皆被巨大的痛苦占据，心中却早已没了任何波动。看看吧，顾七，看着我送给你最后的礼物，好好回顾一下，这么多年来，你是怎么在口口声声说着爱我的同时，不仅日复一日装瞎骗我，还跟别的女人发生关系？是谁？顾七喃喃自语着，他双眼猩红一片，攥紧的拳头不停颤抖。玉小婉，贱人！只是还不等他打电话去兴师问罪，手机铃声就先一步响了起来。顾七看也不看，飞快接起电话：泱泱，你去哪里了？泱泱，我回来了，还带了你想喝的红豆粥。泱泱，你别生，顾先生。顾七语无伦次的话被一道粗粝的嗓音打断，对方快速而简洁地说道：我们今早在河里打捞到一具女尸，经确认正是你的妻子楚泱泱，麻烦你尽快来派出所认领一下遗体。只吐出一个字，顾七的声音就像本凭空斩断似的消失了。他双眼没有焦距地望着前方，好像根本没有听懂对方的话是什么意思。下一刻，偌大的别墅中倏然响起顾七悲痛欲绝的哀嚎。顾七赶到派出所时，已经中午。刹那白头的他走进派出所的当下，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有人撇嘴，小声道：之前还以为世界上真有深情不悔的男人呢，结果还不是逼得自己老婆自杀。呸！猪狗不如的渣男！顾七恍若未闻，在警察的带领下，一路往停尸间走去。我飘在半空，被不知名的力量牵引着跟在他身后。看到尸体的瞬间，我明白了刚刚那人为什么会那样骂顾七。我尸体看起来的确有点凄惨，因为打捞及时，还没出现巨人观的尸体，可以一览无遗
我生前有多行销骨力，脸颊凹陷，腕骨好像轻轻一捏就能碎掉。站在我的尸体前，顾七久久没有任何反应，直到身旁的人出声提醒：经查，楚女士确实是自杀无误，希望你能尽快联系殡仪馆，好好处理楚女士的身后事。顾七依旧怔怔站在原地，过了很久，才缓慢而僵硬地抬起手，像是怕惊动到我似的，轻轻落在我脸颊上。泱泱，他的嗓音颤抖而干哑，只喊了一声我的名字，就好像濒临窒息的人那样。虽然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不停地用力喘着气。几秒后，顾七颓然跪倒在地，他死死抱住我的尸体，脸像以往每次那样埋在我冰冷的脖颈间。起初，他只是小声抽泣着，但渐渐的，他的哭声越来越大。顾先生，旁边的人劝着，节哀，但死者为大，还是尽快将楚女士收敛入棺吧。顾七却仿佛听不到，他放声痛哭着，哀切到旁边原本对他颇有微词的男人也忍不住红了眼。10来分钟后，顾七像失去全身力气一样滑到地上，他死死攥住停尸床的一角，整个人就这样侧躺在地上，蜷成一团，就像被全世界抛弃的小孩子。最终是顾七的助理带人赶来，对方忙上忙下，便联系殡仪馆还的抽空安抚顾七的情绪，直到天色入暮，一行人才浩浩荡荡赶去了殡仪馆。期间，顾七始终沉默着，拉着已经冰冷且僵硬的我的手，任谁来劝都绝不松开。看着这一幕，我确信顾七是真的爱我，可即便如此，我依旧无法原谅他的背叛。顾七偏执地握着我手的时候，不知从哪得了消息的玉小婉急匆匆赶来了。顾七哥，他像是有些害怕死掉的我，却还是强撑着去到了顾七身边。玉小婉伸手去拉坐在地上的顾七，哭喊着：顾七哥，虽然楚泱泱死了，但你还有我呀，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一定会比他更爱你。顾七哥，你振作起来呀！玉小婉喊得声嘶力竭，可顾七却像听不到似的，就那样坐在地上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助理劝玉小婉先别打扰顾七，她却不管不顾，像是要证明自己在顾七心中也有一席之地似的，不依不饶地拉扯着顾七。突然，从看到我的尸体时，就好像成了个活死人的顾七动了。还不等玉小婉高兴，顾七却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是你，顾七嘶嘶地说着，是你把那些脏事告诉泱泱的，是你害死了他，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他用力掐着玉小婉的脖子，双目猩红，眼神癫狂。震惊一瞬，所有人立刻冲了过去。助理拽着顾七的手臂吼：顾总，顾总您松手！顾总！玉小婉的表情被震惊和恐惧填满，她再说不出话来，只不停拍打着顾七的手，试图让他放自己一条活路。我伏在一旁看着这场闹剧，心中没有一丝波澜，只想着原来顾七也知道那是脏事。他怪玉小婉把那些事告诉我，说是玉小婉害死了我，可他忘了，是他骗我在先，也是他放任玉小婉接近他，爬上他的床，否则我又怎么会在被他背叛的万念俱灰中走上这条绝路？害死我的人分明就是他自己。顾总，助理无奈地吼着，夫人生前被您伤透了心，您难道要让他死后都不能安息吗？话音落下，顾七整个人都僵住了，众人七手八脚地将奄奄一息的玉小婉从顾七手中拖出。良久，顾七悲苦地笑了声，而后他捂着脸，抵着墙滑到了地上。一片嘈杂中，
我听到了他痛不欲生的喃喃自语：“是我害死了泱泱，该死的人是我。”宿主！忽的一道熟悉的、没有任何语调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下意识环顾四周，果然看到一团散发着微亮的光团出现在我身后。我霎时好像卸下千钧重担似的松了口气。好久不见，系统！那团光闪了闪，系统的声音传出：“宿主现在应该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会反复问你是否真的要留在这里了吧？”虽然没有语调，但我分明从系统的话音中听出了一丝责怪。我沉默着点了点头。旋即，我迫不及待地问道：“那我现在能回去了吗？”光团忽闪着，过了很久，才再次发出声音：“可以。请问宿主是想参加完自己的葬礼，再脱离这个世界，还是立刻脱离？”立刻脱离。话出口的瞬间，我忍不住回头看向依旧蜷缩在地、魔怔了般不停低喃的顾妻。系统没有出声，只默默地伏在我身边。这个男人，我曾那样刻骨铭心地爱过，因为他，因为相信他的真心与赤诚，我选择和原本的世界永别，选择留在这个世界，留在他的身边。系统说，永远不要相信男人的真心。我没有听从系统的劝告，义无反顾沉溺进他的浓烈爱意中。可最后，他还是背叛，辜负了我。立刻脱离，收回目光。我平静地对系统说出自己的决定。属于系统的光团逐渐变大，将我的飘在半空的灵魂细密地包裹起来。暖融融的温柔中，我最后看了眼再无相见之日的顾妻，永别了与我最浓烈的爱意，也与我最彻骨伤痛的男人。从今往后，我们两不相欠。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